挨饿专家这趟可发达了，还没体验3天饿9顿，就吃上香喷喷的炭烤田鸡，外加一顿泰式咖喱鸡肉，饭后捡点油甘子当零食，半夜3更还要烤只薯片加餐，生活过得比隔壁小贝子滋润多。本期的德爷来到了金三角这个地区，说起这个地区，大家应该都有点熟悉。这里是毒品的贸易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无法纪的地方之一。除此之外，茂密丛林中还生活着许多嗜血的小可爱，没有衣服，没有工具，同样也没带头发，光溜得必须赤手空拳在这里生存10天，还要争取过上皇室级别生活。此时他正处在山脊之上，有2条下山路可以选择。为尽快摸清地形，德子将装备留在了原地，先光溜溜地探查一圈。丛林里有不少被火烧过的痕迹。正当他疑惑时，眼前突然出现一棵雷击木，重点是长势非常良好。越往山下走，资源越丰富。走着走着，德爷发现不远处有几棵香蕉树，这对德爷来说可是个很好的迹象。有香蕉树就可以暂时解决吃喝穿了。看着头顶上的一串串的野香蕉，德爷也顾不上找公子，一套无情铁拳精准落到了同一位置。无法承受暴击的香蕉树硬是他迫不及待拿起一个乌漆嘛黑的香蕉就放进嘴里，没成想竟然听到了嘎嘣脆的声音，差点没把他的假牙崩掉。打死也没想到普拿笔石头剥开里面一看，大光头整个人亚麻呆着，里面竟然了长满矿石，白白浪费他几千卡能量。没想到忙活了半天，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别提德爷的心里面有多么的憋屈了。而此时天色渐暗，远方传来了一声轰鸣声，好像要打雷下雨。这可不妙，德爷还没有搭建帐篷，如果下雨的话，他将直接变成落汤鸡。当下也没啥好招，先扒了点香蕉树皮，左一搭右一搭，给自己安排了一件束腰长袍。这别出心裁的设计，绝对是走在了时尚的悬崖边，气质这一块被德爷拿捏的死死的。接着扛起一截香蕉树，重走便来时的路。转眼天色突然暗淡，再过2个小时夜幕即将降临。艰难爬到山顶，先挤点香蕉水解渴，补充完水分，天上狂风大作，趁着雨还未下来，德爷得赶紧找一处遮蔽伞。要是现在搭建帐篷，肯定是来不及的，只能找一处像这样的地方，可以利用这堆树叶为自己保暖，只求晚上不要下起雷暴雨，不然真的要完犊子。已经2天没吃饭的德爷饿得实在不行了，只能靠这支知了补充点能量了。看德爷的表情，想必味道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吃完知了后，嘴巴更加的渴了，要是再喝不到水，问题就严重了。今天必须要找到水和搭建一个帐篷。德爷背上行囊，踩着油门开始前往山下寻找淡水。半道捡到几颗绿油油的油柑，洗都不洗直接啃起来。我的乖乖，看得我隔着屏幕都流出了哈喇。此时镜头一转，到底是什么让德爷发出了经典的给？定睛一瞧，原来是一条悄无声息流淌的小溪，也不管喝了会不会窜稀，直接趴下来先灌个水饱，然后沿着小溪一路跋涉，希望能找到一处空旷的地方作为营地。而这个地方就很不错，有很大的一块平地，附近也有小溪，是作为营地的不二之选。接下来的工作就只需要搭建一个帐篷，不过在这之前，德爷还需要一把打野桩，来小溪挑块材质坚硬的石头，摔碎后其锋利面不亚于屠龙。为保证庇护所的坚固，他选择了竹子作为建造材料，结实的同时韧性十足，享有荒野5金店的称号。但是要对付韧性十足的竹子，他把各种姿势都用了个遍，费了几万卡能量，终于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为了让自己住得舒适一点，德爷准备搭建一个大一点的帐篷。简单的装饰之后，大致骨架就完工了。剩下的就是盖屋顶了，而这种芭蕉叶就是很好的选择，把它们一片片的挂上去，就可以得到一座完美的帐篷，不仅能防风避雨，最主要还能抵御各种猛兽的袭击。德爷表示非常满意，一天精疲力尽的忙碌，此刻他只想好好泡个澡。沿着小溪找到一处小水坑，流淌着纯天然的山泉水，泡在里面别提胡说。德子一高兴没忍住发出了个给，将浑身污秽清洗干净，颜值瞬间年轻了50-60岁。被奶奶看到了指定爱上他。第2天德爷就要开始准备生火，毕竟有了火会安全很多，而生火需要火绒、火种、火柴3要素，而这种竹子的表皮将是很好的火。在德爷经过半个小时的摩擦后，终于出现了火种，再放到火绒上轻轻一吹，不费吹灰之力，熊熊烈焰被快速点燃。作为一个讲究的英国老男人，喝茶的习惯不能丢，用竹子灌满水，直接架在火上烤，放上收集的野生姜。不一会，一杯带有淡淡竹子清香的姜茶出炉，一杯滚烫的热茶下肚，浑身的细胞立马有了活力。眼看3天饿9顿的目标即将达成，是时候来给老贝贝们露一手了。抵达一处视野开阔的空地，这里有不少乱石。德子计划布置几处4字捕鼠陷阱，用蚂蚱做诱饵，只要有猎物过来吃食，就会触发机关，进而被石块压着，是一种简单有高效的陷阱。做完这一切之后，就只有慢慢的等待，希望能捕捉到一只米老鼠什么的。时间来到了第6天，这是德爷6天以来第1次抓到猎物，真的太不容易了。为了让他走得很安详，就简单的敲击了几下。本以为他凉了，刚准备用树枝串起来，
好家伙，没想到对方装死戏耍了德子一番，眼睁睁看着到嘴的蛋白质飞了，惹谁不好，偏偏招惹脑门不长头发的，万分恼火。德爷一举将他的老子拿下，这个头可比刚才那只大多了。不过他可没这么幸运，直接起锅烧油上烤架，尝上一口，这口感简直盖了帽，嫩滑爽口，蛋白质不知道是牛肉的多少，但一只青蛙可满足不了德爷，他已经好几天没吃过肉了。德爷来到了野外，在一处最有可能有动物出没的地方设置了一个陷阱。德爷很有信心，这次一定能抓到猎豹。忙完，天色暗淡下来，一场倾盆大雨接踵而至。刚把火苗转移到室内，天空又突然下起冰雹。好在窝棚足够坚固，才躲过一劫。雨停后，德子夜不能寐，摸黑过来检查捕鼠陷阱。走近一看，我的乖乖喜提正宗荒野薯片一块，德爷一个没忍住，直接给。镜头一转，他已经在大快朵颐的吃着烤薯片，还是那个熟悉的鸡肉味。德爷一口气吃的连渣都不剩。第二天，德爷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营地，10天的生存挑战也快到了。德爷想玩把大的，他想放弃这里的营地出去流浪。他首先利用竹子做了一个水，用来储满水量，渴了随时都能来一口。然后做了个生火工具和烹饪的竹筒，最后就差一件工具防身了，万一遇到个毒贩也好拿来防身。来河道寻找质地较硬的石头，扫描一圈，普遍一碰就碎，这让德子有些失望。冷静下来分析一番，玄学德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跟着感觉走。好巧不巧，还真给他找到了。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一定错不了。再霍霍了一节不要钱的苦，3下5除2的功夫加工出一把远古战斧，这可以加速德爷盖帐篷的速度，也能让德爷更具安全感，真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好工具。时间来到了第9天，德爷带上了他的装备，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德爷先去陷阱处看了下，发现抓住了一只野鸡。看到这大光头再次发出给，短暂的几秒，心里想好了几十种烹饪方式，这种喜悦只有3天饿9顿才能体会到。打包回营地，带上火种，背上行囊，德爷出发了。至于去哪里走多久，他心里也没有底。一路上，他还不忘收集各种食材，这种野生姜和鸡肉简直就是绝配。背着沉重的装备，一路跋涉来到山顶，体力有些透了支，他打算在这里休整一下，顺便做一顿美味的泰式咖喱鸡肉。将鸡肉、油、干野生姜还有竹叶这些混合起来，将是一道非常美味的美食。出锅后的咖喱鸡虽然卖相不好，但香气四溢，一股来自大自然的味道。德爷围着火堆吃着咖喱鸡，度过了这最后一晚。最后一天终于到来，德爷表达了自己对这片丛林的不舍和感谢，然后头也不回地坐上了节目组的小飞机，踏上了回家之路。